克里米亚沦为绝地，乌军新战术炸翻俄军后勤。克里米亚这回是真的危险了，乌军不仅把进出半岛的关键铁路桥给炸了，连俄军的抢修队也没放过，直接被无人机群连人带车一锅端。更离谱的是，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已经把俄罗斯当成了后花园。莫斯科深处的航天通信中心被炸出巨大火球，顶级炼油厂被打的到2027年才能重新开工。一直跟在普京身后的卢卡申科，在泽连斯基的7天最后通牒下，也选择抛弃普京。这仗打到现在已经过去足足53个月了，俄军到底还有没有戏？克里米亚的战况又会如何发展？克里米亚这个地方，俄军已经保不住了。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对外公布的一段作战影片显示，乌军联合克里米亚境内的地下抵抗组织再次打击俄后勤。遭殃的这座铁路桥位于克里米亚北部的罗兹多尔内村附近，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在地图上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对于南线俄军来说，这是生命线。俄罗斯陆军的后勤体系极度依赖铁轨，由于缺乏足够的大型重卡与高效的公路调度能力，俄军运送兵力、弹药、重型坦克和火炮极度依赖铁路线。没有了铁路，俄军的补给效率至少得打个骨折。于是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趁着夜色的掩护，精准命中了铁路桥的关键承重结构。伴随着剧烈的爆炸，铁路当场被炸得扭曲变形，部分桥体直接发生了物理坍塌。这下俄军满载物资南下的后勤列车全得在原地趴窝。桥梁被炸，俄军只能去修，紧急调派了大量的铁路工程设备进行紧急维修。估计当时俄军的指挥官还下了死命令，要求加班加点，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运输能力。结果呢，乌军根本没走，克里米亚当地的地下抵抗组织就躲在暗处，把俄军来了多少人，开来了几台重型起重机，维修进度到了哪一步，都报告给了这些情报乌军指挥部。有了这些情报，下一步就是新一轮打击。这座桥梁被炸的1天后，乌军再度发动攻击。这一次，他们不仅锁定了剩余的桥体结构，更是把目标直接对准了那些昂贵的工程设备。火力军只能说干得太棒了，在战场上钢筋水泥打造的桥体，炸了还能再修，就算塌了也能搭浮桥。但是那些大型特种铁路工程车辆，以及那些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知道怎么铺设铁轨、吊脚应力的熟练技术工人，要是报销了，那可绝对不是10天半个月能补齐的。通过这种摧毁桥梁与抢修设备的双重打击，乌军轻而易举地延长了俄军恢复运输能力所需的时间。德国之声的军事分析专家也指出，克里米亚至今依然是俄军在乌南地区最核心的后勤枢纽。赫尔松、扎波罗热的几十万俄军每天消耗天量军事物资，全指望经由这里的铁路和公路网络送上去。现在大动脉断了，俄方到现在连个实际损失情况的报告都不敢发，更不敢向外界承诺什么时候能恢复通车。这已经不是乌军第一次对克里米亚的后勤进行打击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大家就会发现，自打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战术就是温水煮青蛙。只是到了2026年，温度变高了，克里米亚将成为绝地。乌军的做法就是对克里米亚的机场、防空导弹阵地、港口设施以及所有的交通节点发动高频次攻击，唯一的目的就是彻底削弱并瘫痪俄军在整个黑海地区的军事运作能力。这段时间，这种战术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光是针对克里米亚的公路和桥梁，乌克兰就已经展开了多轮有效打击。据统计，仅仅是公路和桥梁的遇袭次数就高达21次之多。俄方的3座主要铁路桥、8座公路桥被炸得坑坑洼洼，甚至连赫利比夫斯克地下天然气储存设施、克赤附近的油库以及雷达站和天然气压缩站，乌军都没放过。为了满足南部战场的补给需求，俄军不得不放弃那些原本坚固的现代化大桥，跑到乌克兰南部被占领的城市亨尼切斯克附近，临时修建一条全新的低道式通道。战争研究所的高级分析师乔治·巴罗斯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亨尼切斯克附近，一座曾经被乌克兰无人机炸坏的公路桥旁边，俄军正在疯狂施工，大概位置就是通往阿拉巴特贾的路线上。阿拉巴特贾属于俄罗斯地面物流网络中用来续命的关键一环，它连接着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与乌克兰南部的俄罗斯控制区。更惨的是，图像还显示，俄军甚至在受损桥梁附近部署了一个浮桥过口，准备作为临时的替代方案来维持交通。堂堂世界第2军事强国，为了给前线送2车炮弹，现在居然要靠铺设野战浮桥来续命。这后勤压力大到了什么地步，火力军都不敢想。克里米亚打资源中心负责人埃斯坎德尔·巴里耶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句极其透彻的话：克里米亚正逐渐成为针对俄军的陷阱，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地理上，因为克里米亚是个半岛，只要北部的陆路通道与东部的跨海大桥被切断，里面的人就成了瓮中之鳖。
巴里耶夫指出，后勤的全面中断很可能导致莫斯科在这个半岛上的庞大军事集团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一旦失去了燃料、弹药，甚至失去了电力供应，部署到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就会被困在一个巨大的大熔炉中，被慢慢烤干。没有燃料，主战坦克就是一堆废铁；没有弹药，重型火炮就是一根空心铁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执行任何军事任务。俄罗斯想要继续控制这个半岛，将会变得极其困难。重点是，压力不仅局限于军事层面，克里米亚的民生系统也快被逼到极限了。据巴里耶夫透露，由于俄罗斯过度榨取能源基础设施，并且这些设施正在遭受乌军的系统性精确攻击，克里米亚的电力状况已经急剧恶化。近期的空袭不仅仅干爆了电力变电站，还严重影响了天然气分配设施。半岛上最主要的2大发电厂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巴拉克拉瓦电站以及塔夫里斯卡电厂，那都是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为了宣示主权、保障供电而花重金建造的。这2座大型电站全都是烧天然气的，现在气管子被乌克兰炸漏了，任何对天然气供应的中断都会直接导致发电厂停摆。这种影响早就超出了纯粹的军事基础设施范围。据当地情报网传回的消息，克里米亚的普通居民们已经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了。虽然目前商店里还能看到食物供应，但这帮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他们已经开始抢购和囤积耐用品了。更要命的是，克里米亚的经济支柱旅游业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据官方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58%的俄罗斯人直接取消了克里米亚疗养院与民宿的早期预订。以前去克里米亚度假属于俄罗斯中产的标配，现在谁还敢去？巴里耶夫非常笃定地表示，这个夏季的社会崩溃将对克里米亚经济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打击。克里米亚的经济高度依赖于莫斯科的财政补贴与外来旅游收入，现在钱进不来，物资进不来，游客也进不来。对于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已经是一个抽干俄罗斯国力的黑洞。除了在陆地交通上掐住克里米亚的脖子，乌克兰在海上的打击以及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突袭，也是一刻都没停过，而且打的是越来越狠。奥斯查报道，乌克兰海军与军事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又一次联手搞了个大新闻。乌军的侦察无人机率先升空，像鹰眼一样在广袤的海面上进行地毯式搜索，很快就锁定了俄军舰艇的隐蔽踪迹。目标一旦确认，水面上的无人艇立刻出动，展开高速突袭打击。与此同时，空中的 FPV 无人机挂着高爆弹药从天而降，投弹轰炸一刻也没有停止。在海空双重绞杀下，前后至少有3艘俄军的水面舰艇被准确击中。这些被击中的俄军舰艇根本来不及做任何有效损管，随即在黑海冰冷的海水中翻沉。虽然这次被击沉的舰艇在型号和吨位规模上并不是那种巨舰，但这恰恰说明了俄军现在的窘境。大型的导弹巡洋舰、登陆舰早就被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艇炸得要么沉底，要么像受惊的鹌鹑一样，全部龟缩逃到了新罗西斯克港口，根本不敢在克里米亚附近露头。现在连这些出来打杂巡逻的几百吨小船，乌军都不放过，这标志着乌军在没有一艘大型正规军舰的情况下，硬生生把强大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打成了近海防御大队。海上的损失不仅还能咬牙硬挺一下，那么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的超远程战略空袭是真顶不住。早些时候，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群跨越了漫长的防空网，飞到了距离边境1200公里的俄罗斯奥伦堡地区。在这段飞行距离内，俄罗斯引以为傲的 S300、S400 全员睡大觉，硬是让乌军无人机一路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根据初步的损伤评估，当地至少2处极其重要的战略设施被当场击中，一个是佩雷拉博特卡天然气加工厂，还有一个是多比恰奥伦堡的氦气厂。氦气在军事工业、航空航天，甚至是导弹制导系统的冷却中都是关键战略物资。占了这里，等于拖慢了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生产步伐。这还没完，不仅是天然气设施，俄罗斯第4大的夏诺夫哥罗德电油厂也在日前的空袭中惨遭毒手。最让俄罗斯人感到绝望的还是莫斯科电油厂。这家电油厂在早些时候遭受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程度之严重，远远超出想象。路透社报道，莫斯科电油厂设施的整体修复费用可能高达10亿美元，而且因为美欧的制裁，俄罗斯现在根本买不到先进的核心电油零部件。2位熟悉该厂复苏计划的内部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莫斯科电油厂想要完全恢复运营极其困难。一位消息人士绝望地表示，最乐观的情况下，修复工作也至少需要整整半年时间。莫斯科电油厂想要在2027年之前恢复满负荷运营已经不可能了。这是什么概念？俄罗斯一个靠卖石油和天然气维持帝国体面的能源大国，现在硬生生被乌克兰炸的连自己国内的电油产能都跟不上了，产量锐减直接导致俄罗斯内部燃料供应的极度紧张。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
当局现在正在认真考虑是不是要暂时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不仅不准卖，官员们甚至在考虑是不是得花外汇从其他国家进口燃料来解决国内的短缺问题。除了炸炼油厂，莫斯科当地的一个太空通信中心也被炸了。除了通信中心，俄军还在附近的一个无人机培训点，也在这次精准空袭中被彻底摧毁。这一整片军用区域已经完全被笼罩在烟雾之中，即使在几公里外都能清晰地看到不断向上飘起的滚滚黑色烟柱。面对这种连瞎子都能看出来的损失，俄罗斯官方依然在玩那套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依然嘴硬地声称我们优秀的防空部队成功拦截了所有的无人机，并且一口咬定乌克兰的袭击绝对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和财产损失。这就很好笑了，普利军就想问一句，既然你们全都拦截了，那么请问地面上冉冉升起的那个巨大的火球到底是谁放的烟花？总不能是俄罗斯士兵拿无人机残骸在搞露天烧烤吧？就在俄罗斯被炸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普京的一个重要盟友现在也开始顶不住压力，准备脚底抹油，这个盟友就是卢卡申科。乌俄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经常利用白俄罗斯的领土来搞事情。那些协调沙赫德式无人机袭击的信号中继器就建在白俄罗斯境内。这些特殊的制导设备被俄军用来调整无人机的飞行路线，并精准控制这些制空弹药袭击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对此早就忍无可忍了。在6月19日，泽连斯基直接放话，要求明斯克在7天内必须彻底移除这些协助俄军作恶的专用制导设备，并且在基辅高层会议后放出风声，如果明斯克不采取行动关闭这些基础设施，乌克兰将采取独立措施。翻译过来就是你不拆，我帮你拆。结果呢，卢卡申科这个老狐狸根本没等到7天期限，在6月22日，也就是泽连斯基发出警告，仅3天之后，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信号中继站极其默契地停止了所有的运作信号。当然，泽连斯基没有放松警惕，虽然信号停止了，但乌克兰安全部门尚未核实这些硬件的物理状态，他们是否真的拆除了这些装置还不确定。卢卡申科认怂，火力军并不意外，毕竟在此之前他就对外表示不愿意与乌克兰保持敌对状态。只是白俄认怂，普京就不好过了。《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俄罗斯在东部战场进展极其缓慢，甚至陷入停滞，克里姆林宫正迫切寻求在其他方向加大对乌克兰的压力。自2026年初以来，莫斯科就不断对卢卡申科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要求他允许白俄罗斯领土被更广泛地用于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欧的情报官员透露，莫斯科想要在白俄罗斯领土开辟一个多项目的基地，不仅要在那里发射无人机，还要在乌克兰北部故意制造安全摩擦，逼迫基辅将宝贵的军事资源和预备队从东部战区抽调回来防御北部。更过分的是，俄罗斯官员还跟白俄罗斯讨论过，要把白俄罗斯当成一个在北约边境附近发动混合行动的平台。之前俄罗斯的无人机就已经故意越界进入波兰领空，如果白俄罗斯真的被当成踏板，这种擦枪走火的事件只会越来越频繁。为了让白俄就范，普京直接威逼利诱，如果白俄罗斯胆敢抵抗克里姆林宫的要求，俄罗斯就会果断减少，甚至直接撤回所有的财政援助。白俄的经济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输血，克里姆林宫一直在利用财政支持、廉价天然气和各种经济补贴作为捏住白俄罗斯政府的工具。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鲍里斯·格里兹洛夫就是一个来回传话、施加压力的狠角色。只是卢卡申科也不傻，随着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崛起，卢卡申科发现，要是再不停用俄罗斯的中继站，自家的炼油厂可能也会在某天夜里被无人机扬了。在基辅的武力震慑下，老卢果断选择保全自己。普京威逼白俄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前线打不过，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失败，乌军战力飙升，均衡器制导航空炸弹已经实战了。前段时间，外界和俄罗斯媒体一直在大肆炒作，说俄军经过休整，已经展开了所谓的夏季攻势，试图通过一波流的兵力平推，彻底打破顿巴斯地区的僵局。从兵力调动来看，俄军确实是下血本了。RBC 援引基辅方面的一线情报称，俄军已经在顿涅茨克几个最焦灼的焦点方向极大地加强了攻势烈度，特别是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至斯洛维扬斯克一带，以及克拉马托尔斯克轴线，俄军不惜拆东墙补西墙，从其他防区强行调来了更多的生力军。只是这波所谓的夏季攻势，在乌军坚固的防御体系面前，几乎是撞得头破血流。乌克兰第54机械化旅的一位指挥官表示，俄军所有试图向前推进的尝试，最终均宣告惨败，完全没有获得任何能够在战术地图上标出来的重大突破。这位指挥官无奈地吐槽说，光是在他个人负责的这个狭小防区内，俄军就像疯了一样，最高峰时曾在1天之内发动了10次以上的连环进攻，而且从6月下旬开始，这种拿人命往上填的数据还在不断增加。
在防守的同时，乌克兰的战力也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他们在战斗中历史性的首次实战使用了纯正乌克兰国产的军横器制导航空炸弹。乌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以极低的贴地高度呼啸而至，在接近目标区域时突然拉升，极其精准地将2枚军横器炸弹扔向了俄军的坚固据点。这枚炸弹是乌克兰军工部门在战火中顶着空袭历时17个月研发成功并量产的新利器。它的弹头重达250公斤，里面装满了高爆炸药。它爆炸的威力是 FPV 无人机的5倍以上，一枚下去，一栋驻扎着俄军的楼房瞬间就能夷为平地。在过去几年的战斗中，乌克兰空军虽然也经常给俄军洗头，但他们用的一直都是美欧援助的高级货。这些东西好是好，打得也非常准，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受制于人，数量有限。而现在，乌克兰终于在重型航弹领域取得了完全自主的突破。有了国产的军横器，乌克兰空军不用计算弹药量，只要自家的兵工厂把产能拉满，乌军就可以对俄军的集结地和防御工事进行常态化的高强度精准轰炸。这一点绝对能对前线产生战略级的影响。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军什么时候能夺回克里米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